大家好，我係領探職陳，好高興見到大家。繼上一次 Hybrid Gate Mini 嘅開箱影片之後咧，咁今日就輪到噔噔 Hybrid Gate Note Plus CC 呢一部咧採用咗最新 E-Ink Kaleido 3嘅彩色閱讀器嘅開箱。當然啦，同上一次一樣啊，唔單單淨係開箱嘅。喺影片嘅後半段咧，我會就住佢嘅唔同方面咧會有測試，都希望俾大家咧可以比較全面咁了解咧呢一部型號。咁我咧就知道啊 Hybrid 嗰邊咧其實都非常努力啊。原本預計呢一部咧係7月19號發貨嘅，咁咧就差唔多提早咗2個禮拜左右咧發貨，咁所以咧手頭上應該咧預訂嘅網友咧都已經係揸到機，我都見到咧有唔少台灣嘅網友咧分享咗佢哋嘅開箱，咁啊，但係如果你咧都仲係未肯定啊呢一部機適唔適合自己嘅話咧，咁我希望可以透過呢一段片可以俾大家咧係了解到啊呢一部 Plus CC 啦，另外咧佢嘅側翻式保護殼嘅介紹，再加埋咧佢嘅唔同方面嘅內容咧，可以讓到你了解到呢一款產品嗰個質感如何，另外亦都可以咧讓到你去了解到佢係咪一部咧適合你嘅閱讀器。喺開始之前咧，都先賣自家嘅廣告。若果你喜歡呢一類咧係 E-Ink 產品嘅開箱教學評測嘅話，誠邀你訂閱我嘅頻道。若果你支持我繼續去製作影片嘅話咧，歡迎 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 YouTube 嘅 Super Fans 嗰度咧贊助我，我真誠地感謝你。好啦，事不宜遲，去片。到 Hybrid Gate Note Plus CC 嘅開箱啊，佢呢個盒咧係一個湖水綠嘅盒，標榜彩色啦。呢個 CC 兩個字啊，同 Gate Mini 一樣咧係嗰個波紋嘅 style 啊，不過咧佢就冇做呢一個嘅立體嘅處理啊。兩側嘅型號名咧就繼續係凸起嘅。發現一個有趣嘅地方喎，佢封面同埋右側咧都係嗰一隻湖水綠，但係咧左側咧係灰褐色嚟嘅喎，底部都係。點解會有個咁樣嘅拼色設計咧？好嗱，咁響背後呢一度咧就印咗佢嘅硬件規格啦。另外咧同 Gate Mini 一樣啊，係響大陸生產，不過咧會有 Hybrid 嘅嚴格把關，所以點解咧進口商咧係寫翻自己 Hybrid 嗰邊，因為佢哋由大陸嗰邊咧係進口翻嚟台灣啊。好，除佢個封套，入邊係白色喎。設計語言咧就同 Gate Mini 咧就一脈相承啦，除咗顏色唔同之外，另外佢哋嘅口號都唔同嘅喎。好，開盒啦。Plus CC 嘅真身，陣間再同大家介紹啊。好，先睇睇有啲咩配件啊。Quick Start Guide。Type C 頭嘅充電線啊，取針卡啊，呢本快速指南咧同 Gate Mini 咧其實都類近啊，各種嘅按鍵啦，呢度多咗筆記功能、保固啊，同樣保固卡咧係響呢一個 Quick Start Guide 入邊啊。由於呢部 Plus CC 唔係樣機嚟嘅，係正式版嚟嘅，所以呢一度咧已經貼咗嗰個嘅 barcode啊。好，配件就係咁多啦。好 ，Plus CC 嘅真身有一個膠套咧封住啊，呢個膠套係磨砂面嘅喎。水中世界嘅關機圖啊，好同 Gate Mini 好唔同啊。咁呢部 Plus CC 咧佢係走呢個深沉路線，正面嘅蓋板咧係黑色嘅。要講講咧，其實因為佢個模具同 Note Plus C 咧係一樣，以邊框嚟講咧，佢上下嘅闊度咧，我覺得就真係太犀利啊！即係你話如果淨係下巴粗咧，大部分嘅型號都係咁樣嘅，但係佢連上面額頭咧都好粗。咁呢個位置咧，希望未來啊會更新呢一條線咧，喺嗰個模具設計上咧，可以唔使咁長身啊。咁咧正面嘅蓋板呢一度咧係冇任何嘅 logo 嘅，右側呢個位置咧會有 TF 卡槽，咁咧可以用咧副嘅取卡針咧褪出嚟入 SD 卡，最高咧支援官方係話係1TB嘅。上方右側呢一度咧係 power 鍵啊。左側冇任何嘅按鍵，底部呢一度咧，佢係雙聲道喇叭嘅，左右側都有喇叭。呢度咧係 Type C 充電口，呢一個咧係收音咪，左側係充電指示燈。嗱，佢開關鍵呢一度咧，正面板呢個位置咧會有個指示燈嘅，咁啊開機或者充電嘅時候咧，喺呢度咧會着燈俾你知道嘅。背蓋呢一度咧，其實佢係灰綠色啊。由於咧燈光打落嚟咧，可能大家未必好睇得清楚。咁呢一度咧會有 Gate 嘅 logo 啦。下方咧就會有佢個型號都列咗喺呢一度，同 Gate Mini 唔同啊。Gate Mini 係乜都冇嘅背蓋。咁 Hybrid 啲機咧好多都係咧，佢哋四邊背蓋呢個部分咧會有一個弧度嘅設計咧，咁就係方便手持嘅時候咧貼服啲隻手嘅。咁個手感我覺得係 OK 嘅。佢嘅厚度係7.9 mm， 唔算纖薄。另外佢四隻角咧亦都係一個圓弧嘅設計嘅，唔介手嘅。咁就算咧 Note Plus CC 嘅外觀咧就大約到呢一度啦。咁首次開機睇一睇個速度同畫面咯。
好啊，咁啊設定咧要我之後再搞啦。好啦，如果關機咧，大家會見到呢一度咧個指示燈就會着咗啊。關機嘅時候，雖然平時咧我就基本上唔會用保護套啊，我都用內膽包啊。不過咧店家寄到啊，咁我都會咧為大家介紹一下，因為咧呢隻檸檬黃咧係今次嘅新色嚟嘅。另外仲有一隻奶茶色嗱，咁呢一款嘅保護殼咧唔係淨係 Lux Plus CC 可以用嘅嚇，咁佢都講到明啊。比較舊嘅 Lux 系列同埋 Lux Plus 系列咧都通用嘅。咁後邊有教點樣用啦，啊果然係新色喎，都幾新喎，5月嘅時候製造嘅喎，同樣 Made in China 啊，拆開俾大家睇睇啦，好搶眼啊呢隻色，即係如果攞出街嘅話咧，呢一隻色咧應該都幾引人注目啊嚇，同埋都幾 refreshing 啊，背蓋就差啲啊，背蓋即刻暗沉翻啊係。好，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側翻式啊，即係咁樣掀蓋嘅。有個保護面啦，攞走先。正面蓋板呢一度咧係 PU 人造皮，咁你見到有個縫線呢度咧就縫咗塊嘅夾板喺呢度嘅。咁右上方咧就會有 Hybrid Gate 嘅石刻啊，要特別一提啊，佢嗰啲縫線咧係採用咧同色系嘅黃線咧都有心思嘅喎，一係撞色一係同色啦，咁佢同色得比較徹底啊。另外呢度咧有一個咧係掛筆嘅位啊，內籠呢一度咧就係絨面嘅質地咧，咁就可以咧對屏幕有一個防刮啊。咁跟住咧貼合住呢一度咧就係一個 TPU軟膠嘅背蓋殼，嗱呢隻咧係軟殼嚟嘅。咁啊裝同埋拆都比較容易，我唔知用得耐咧會唔會變黃啦，另外會唔會嗰個膠嘅硬度啦會有一個嘅喪失，令到保護力會下降啊？呢個就唔知啦。要特別一提啊，咁呢一個軟殼咧，我平時對呢一類咧嗰個印象都麻麻地，不過 Hybrid 咧佢咧係有啲心思位嘅。四隻角咧佢呢一度咧都其實有一個咧防撞一個氣囊嘅設計啊，即係呢度咧佢呢啲一棟棟係讓到嗰部機同保護殼咧係有一個空隙，咁讓到咧係撞擊嘅時候呢一度咧可以咧係一個卸力嘅設計，類似嘅設計喺啲手機保護殼有啲時候都會見到嘅，係啦，嗱你見到四隻角都有嘅，咁呢啲係細心位嚟嘅，值得一讚啊！知道閱讀器本身都好脆弱㗎啦個屏幕，咁所以呢個位置咧特別介紹俾你知道。好，咁啊軟殼裝部機上去咁你會見到啊四隻角呢度咧會有一個氣囊泵把嘅設計，所以咧係會好明顯突咗少少出嚟嘅，咁安心少少啦。咁後邊咧。咁變咗一個防刮嘅功用啦，呢個軟膠，咁部機嘅充電口啊、喇叭位呢啲咧都同樣有開孔嘅。TF Cartridge 呢度咧係冇開孔嘅嚇，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入咗保護套，你想換 micro SD 卡嘅話咧，你一定要除咗佢咧先換到嘅。好嗱，上面 power 掣呢度咧就唔係開孔嘅，佢係有一個軟膠嘅掣嘅位喺呢度咧可以撳到嘅。咁另外咧，佢標榜咧有一個 Smart Cover 智能喚醒嘅功能嘅。今次咧店家都好好啊，咁感謝佢咧配咗支咧 Hybrid 原裝筆俾我，咁咧可以咧係保護套呢一度插埋呢個位嘅。咁樣就成個配套機連套連筆。不過咧，因為咧呢一度咧會開口啊嘛，咁如果你裝落袋嘅話咧，咁就冇咁方便。咁其實 Hybrid 本身咧，佢仲有條咧係綁帶咧，可以加球咁用落呢一度嘅。好，咁就住呢一個檸檬黃側翻式保護殼嘅介紹咧，就到呢一度啦。好，到稱重環節，睇一睇部 Lux Plus C 咧，佢有幾重啊？299.7克，咁咧同官方標榜嘅298咧爭2克唔夠，咁都算準確啊。不過以7.8寸嘅型號嚟講咧，呢個重量咧係真係算重啊嚇。好，裝埋呢個軟殼保護套，睇睇個重量啊。405克，即係呢個套咧，大約就係105克左右，唔算話好重，因為咧係軟殼啊嘛。不過咧咁樣400克咧，其實稱上手都有啲重量啦。好，加埋支筆，嗱呢一款原裝筆咧相當輕啊，嗱呢度411.5克，即係代表咧呢支筆咧只係6.5克嘅啫，相當輕巧。好嗱，唔知大家咧對呢一部 Plus CC 感覺如何啊？第一印象去吸引到你嘛？坦白講啊，Hybrid 咧佢呢一期做嗰啲配件咧都幾有心思，幾有質素，同埋啲顏色都好搶眼。上一次咧 Mini 嗰個嘅小野貓卡片型支架咧，我係好欣賞嘅。咁今次咧呢一個嘅側翻式保護殼咧，用色亦都相當搶眼。我都仲記得咧，我開完箱我就咁擺起啦。我太太經過見到咧，第一就哇好靚喎！呢隻色係吸引到佢嘅注目嘅，證明 Hybrid 咧有眼光。咁啊入邊亦都咧係見到啲細節啦。咁呢度可以講多少少嘅，因為咧我開咗箱咧為大家拍片嘅時候咧，其實我就測試佢個 Smart Cover 功能咧，佢就唔係好靈光。即係咧當我一開嘅時候咧，佢開一下，跟住咧就關機，跟住開一下咧就開機，咁啊做唔到嗰個咧係智能喚醒嘅功用啊！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就係咧，當我跟住開始使用啦，更新咗一次版本之後，而家就好正常喎。
就可以咧有一個喚醒嘅功能，唔會咧出現咧我頭先描述嘅狀況。所以咧，如果你啱啱一出部機，你發現咧 X 個 Smart Cover 功能咧唔係好對路喎，咁你可以試下咧更新咗個版本，睇下會唔會就冇咗呢個問題。咁咧我就會咧為大家去做幾個項目嘅展示啦，俾大家咧係就住 Plus CC 都有一個基本嘅印象先。咁首先咧就係嗰個版面嘅切換。咁而家咧就係一個熄咗燈嘅狀態，書店、圖書館、書櫃、筆記、我的應用，快速嚟一次，俾大家睇睇咧嗰個切換咧，你覺得是否足夠爽快？呢一個嘅刷新咧係用緊普通刷新模式嘅，並沒有咧較 A2 模式。咁啊，所以咧佢每一次嘅切換咧都會有閃爍去做一個嘅刷新，但係跟住畫面咧就會好乾淨。好，呢個係版面嘅切換，跟住咧俾大家睇睇嗰個刷新效果。首先咧係普通刷新模式，大家眼前嘅係香港公共圖書館嘅版面啊，你都可以順道睇一睇咧嗰個嘅畫面切換嘅爽快度啊。嗱，見到你每褪完一頁咧，你要等待一下。去將個封面咧係印出嚟嘅，但係如果係之前已經載入過嘅話咧，咁佢下一次咧就會爽快啲，就唔會有嗰個頓一頓嘅情況。好，呢個係 A2 刷新模式，你會見到咧嗰個嘅滑動咧係爽快好多嘅，不過咧個殘影亦都係明顯好多嘅。好嗱，咁樣刷新以外咧，我哋係彩色閱讀器啊嘛，咁梗係會着重嗰個顏色嘅調校。咁今次咧 HiRead 咧就住呢一部嘅彩機咧，佢有一個嘅項目咧係叫做色彩調節。咁咧佢預設咗咧有3個嘅原定模式咧俾你去選擇。第一咧就係預設，咁咧第二個模式咧就係照片，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嘅高反差。咁咧呢一個色彩調節入邊咧，我覺得有一樣咧係值得一讚，就係佢俾咗4個嘅欄目咧。係俾你可以咧，係按你嘅嗰個心思去調節嗰個對比度、鮮豔度、亮度同埋嗰個顏色深度呢4項，去組成一個咧係最適合你嗰個顏色口味嘅選擇。咁咧可以俾到你咧係設定好之後，一睇到某一類檔案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即刻一撳就去到嗰個你中意嘅口味。如果你唔想咁煩嘅話咧，用翻去預設嘅3個咧，亦都咧係有唔錯嘅效果嘅，按翻你嘅需求。咁所以呢一度咧就俾一個空間咧係用家去調整。咁我覺得呢一點咧係幾好嘅。好，咁跟住咧就係展現色彩效果，我就揀咗一啲繪本，因為咧彩機啊嘛，其實有唔少嘅家長咧係用嚟咧俾佢嘅小朋友去睇繪本啊，包括我啊，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最常用咧就係香港公共圖書館入邊咧喺親子童書入邊有大約係1000本左右咧兒童嘅繪本咧係好適合我2個仔睇嘅，我都成日講故仔俾佢哋，當中咧有啲例子咧係去呈現俾大家睇睇，去了解一下嗰個顏色呈現嘅效果。好嗱，呢一本啊，當我超級霸王生氣時啊，一本咧係教人點樣去應對當有呢個生氣嘅情緒，一本咧好有趣嘅繪本啊，主角就係呢一隻馬騮。嗱，喺度咧先講有啲tricky 位啦嚇，亦都係用 HiRead 閱讀器咧，比起你用其他嘅閱讀器用 HiRead 嘅 app 唔同嘅地方就係咁咧，佢入邊咧會有一個咧 Regal 嘅刷新模式。咁呢個刷新模式咧就會比起普通嘅刷新模式咧，喺呈現呢啲圖文嘅內容嘅時候咧，閃爍會冇咁厲害，殘影亦都處理得相當唔錯。咁我都好建議咧，你用圖書館嘅服務嘅時候咧，可以轉成呢個 Regal 嘅刷新模式。佢唔能夠咧喺上方嘅工具列嗰度咧去選擇嘅，佢要係用到撳到入嚟本書入邊。跟住咧係按齒輪設定，跟住咧就會咧係藏住一個翻頁刷新模式咧，有呢一個 Regal 模式可以揀。我自己咧係用過一陣子咧，我覺得咧呢一個會係一個最佳嘅顯示方案嚟嘅。特別係睇繪本嘅時候，你見到啲顏色咧都好實淨。咁咧每一頁咧係翻動嘅時候咧，咁會有一個嘅閃爍，但係個閃爍咧唔算話閃得好厲害。咁跟住咧就會處理好殘影，又去到一個咧係實淨顏色嘅狀況。咁呢個 Regal 刷新模式啊，不過入到嚟咧，即係我用過一期咧。咁我就發現咗一個問題，當我睇去圖書館嘅書嘅時候，就係因為呢一類繪本咧，好多時候咧，其實係會兩版並列，有一個好大嘅場景，完整地咧一個觀賞嘅體驗噶嘛。但係當我咧係設定咗雙頁顯示嘅時候咧，大家見到咁理論上咧，咁我就應該將部機咧係較90度變成咁樣，用盡晒咧係成個7.8寸嘅屏幕去睇先至合理噶嘛。但我就發現咧 HiRead 佢哋原設咧只有180度嘅轉換，冇90度嘅選擇。其實咧，我明白官方嗰邊咧所講話提供90度咧會界面跑版或者壞掉嘅情況，因為我喺文石嗰度咧其實係試過嘅。咁假設我而家睇呢本書，咁咧跟住我見到，咦，佢應該係雙頁嘅喎，咁咧我轉成雙頁，嗱咁好正常，我梗係會想去將佢切換㗎啦。
跟住你見到切換咗橫向之後呢，其實就已經跑版咗啦。你見到我係需要呢，其實呢係再出翻嚟，跟住呢再進入本書嗰度呢，先至能夠咧係順暢地係商業顯示。我明白個問題所在，不過咧，若果呢一個問題 HiRead 咧佢係要用戶咧係自己下載第三方嘅 App 去做到能夠切換90度，而唔係由佢哋自己官方去解決翻呢一個問題嘅話咧，我覺得咧呢一點就唔係幾穩妥，反而係應該咧 HiRead 嗰邊嘅工程師咧諗辦法點樣解決，因為咁樣咧呢一點咧真係會幾影響到咧閱讀繪本嘅時候咧嗰個嘅暢快度。因為好多繪本咧都係咁樣兩版合埋一齊咧，係去呈現嗰個故仔。咁啊，所以都敲碗啊，希望 HiRead 嗰邊咧可以添加翻呢個嘅功能上去。我覺得咧對嗰個閱讀體驗咧都有幾大嘅影響。好嗱，單論色彩嘅呈現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絕對收貨。今次 Kaleido Free 咧，再經過埋 HiRead 本身佢自己嘅調校咧，喺色彩嘅顯現上，我覺得係做得好唔錯。頭先我展現嘅場景，記住啊，我係冇開燈，我只有頭頂上面咧嗰盞嘅廳燈。咁基本上咧已經足夠去呈現一個好實淨嘅畫面，所以咧今次 Kaleido Free 咧比起上一代 Kaleido Plus 咧，其中一樣重點就係，只要咧你環境光夠嘅話咧，佢已經出現一個咧係相當唔錯嘅效果俾你去閱讀嗰個內容，呈現多一本去呈現嗰個色彩效果。而家運作緊嘅係 Readmoo 嗰個 Apps 嚟嘅，咁係一本 BBC 嘅雜誌。嗱，咁咧用非 HiRead 去自身嘅圖書館咧，咁就冇呢個 Regal 刷新模式嘅。咁而家呢個咧係普通刷新模式。嗱，咁喺嗰個色彩嘅呈現上咧，我覺得係唔錯嘅。當然啦，7.8寸嘅機咧去讀雜誌咧，其實有啲吃力，我都會係建議用10.3寸嘅。不過咧，呈現一下個效果俾大家睇睇，俾你哋咧有個直觀嘅印象。嗱，殘影嘅處理咧，我覺得係佢真係處理得唔錯。呢個咧係用咗佢預設嘅嗰個顏色調校啊，我冇特別再設定啲乜嘢。所以咧，你話如果攞嚟讀雜誌或者係漫畫嘅話咧，只要唔係文字太多嘅話，我覺得佢出嚟個效果咧係絕對滿意嘅。嗱，翻頁嘅嗰個速度咧，我覺得都算爽快。好，呈現完色彩之後咧，都好簡單講講咧呢一部 Gaze Look Plus 系列咧佢有嘅嗰個書寫功能。嗱，咁呢支筆咧，我要有啲遺憾咁講啊，就係 HiRead 本身咧佢係冇附贈嘅，你係需要另外再加購。即係話咧，你買呢一部 Plus CC 咧，你可以將佢作成一部純閱讀嘅裝置。佢有書寫功能，但係你唔買筆咧，咁就用不着啦，係咪？咁啊，需要你另外有一個付費，都唔平啊！我記得好似800台幣。其實佢係用 Wacom 嘅 EMR 技術嘅，咁你唔用佢呢支咧，其實都仲有好多選擇。不過呢支咧真係輕到不得了啊！只不過係6克，咁就冇負擔啦嚇。喺佢嘅筆記功能入邊咧，咁佢提供咗若干嘅模板俾你嘅，咁咧總共咧就有22個款式。咁而模板嘅選項嚟講咧就唔算多嚇。不過咧我要讚一讚佢哋，因為咧 HiRead 本身內置咗咧完整嘅田字格同埋米字格，咁咧佢哋咧就住呢部機響嗰個練字方面咧都俾咗一啲嘅提供俾大家，唔需要你再去揾一啲練字紙。不過都順手講一句啊，就係佢哋嗰啲練字紙咧，嗰個例如米字格咧，咁由於佢嗰個線條之間咧，佢冇嗰個粗幼，咁睇落去有啲眼花繚亂。如果響嗰個本身嘅方塊格嗰度咧有一個粗線條嘅話咧，我覺得就會理想啲，可以清晰啲俾人去練字之用啦。不過咧根據我嘅寫金嘅測試啊 ，Plus CC 咧佢寫金係偏滑，咁咧用佢呢支原裝筆咧寫響落去咧，就係一個咧係玻璃面嘅寫金，非常非常滑。唔係好適合寫中文字，我自己建議啊，咁啊需要咧係加一張啦，可以增加摩擦力嘅膜咧先至合適啲。Doodle 就冇為 HiRead 出膜嚇，你知道咧，如果我一講到要貼類似膜嘅話咧 ，Doodle 係我暫時用過咧係最理想。不論係 iPad 定係喺文石嘅機用過咧，我都覺得係效果最好喺寫感嘅提升上。有啲網友咧佢會係自己買啲類似膜度再剪裁去 custom make 咧貼落自己部機度嘅，可能你要需要考慮一下。如果你係在意寫感嘅話，咁咧我用過斯德流同埋 Lamy 嗰兩支 EMR 筆落去嘅，嗰個膠嘅筆頭咧會啜住，我自己覺得咧個寫感都唔係太理想。咁所以呢一度咧，如果你係比較在乎寫感嘅話咧，呢一點咧就務請留意。咁喺筆記功能嗰度咧，佢提供咗5種筆頭：鋼筆啦、圓珠筆啦、鉛筆啦、熒光筆啦，同埋呢個畫筆。咁呢度咧要強調啊，咁咧只有鋼筆同埋畫筆呢兩種筆頭咧，佢係可以用到佢嗰個4096級嘅壓感，去讓到線條有粗幼嘅分別。嗱，咁作為彩機啦，咁顏色嘅選擇都好緊要。咁佢呢一度咧就有10種顏色，黑、紅、
藍、綠、白、深灰、淺灰、橙、紫、黃，總共10隻色，唔算多嘅選擇。文石嗰邊有16隻色嘅。喺色彩方面咧，如果多啲選擇嘅話，呢個筆記功能啲人即係攞嚟畫畫或者攞嚟標記咧，我諗就可能會多啲選擇。呢個方面咧，我覺得 Hybrid 可以諗下會唔會可以加強一下。好，咁都展示一下咧網上瀏覽嘅嗰個效果啊，包括色彩，包括咧嗰個滑動刷新，俾大家有個直觀嘅印象啊，又係新聞啦。好啊 ，BBC News。嗱，你見到咧，佢哋嗰個刷新邏輯就係咧，你滑動嘅時候咧，咁佢唔會刷新嘅。跟住你一停止拖動咧，停頓咗之後，佢檢測到，跟住佢就會咧係刷新一次，咁啊讓到個殘影咧係有一個嘅壓止。都尚算流暢嘅，咁你見到咧嗱，呢一頁講 sport 嘅圖咧比較多人物啦，會有啲色差嘅，但係都叫做係可變形，我覺得出嚟嘅效果咧係可接受嘅。係啦，不過每一次拖動之後咧，佢會頓一頓刷新一下咧，咁就會爭少少。但係以色彩嘅效果嚟講咧，我覺得叫做唔錯㗎啦。最後咧都講一講燈光。今次呢一部 Plus CC 咧，佢嘅前燈系統咧係採用咗呢個 E-Ink Comfort Gauge 嘅前燈系統嘅，咁咧就比上一代 Plus C 唔同嘅地方就係咧，佢加入咗呢個暖色溫嘅燈，讓到咧係用者咧喺舒適度上咧有一個比較大嘅提升，讓到隻眼咧可以咧係冇咁容易係疲勞。Hybrid 喺呢一度咧，佢就幫你設定咗嗰個燈光有關燈啦，咁跟住咧白天咧就會有一個咧相對強嘅冷色溫嘅，會比較容易咧讓到人咧有專注。夜間咧就會係暖色溫，讓到用者咧係感覺到舒服嘅。被窩咧就會係都係暖色溫，不過咧就會係較弱嘅暖色溫，讓到隻眼嘅刺激咧可以進一步嘅下降。咁如果咧呢3個原設嘅燈光模式咧，你覺得都唔啱用嘅話咧，你另外可以自定嘅。咁咧就係喺冷暖色溫嗰度咧可以再調最強嘅冷色溫、最強嘅暖色溫，開盡晒冷暖色溫3者嘅效果。好，咁所以咧呢一部 Plus CC 咧適合咩人去購買呢？咁先大家一定要係了解到，即係透過頭先嘅測試去呈現咧，我諗大家都會感受到，你先要有幾點咧係接受先嘅。第一就係咧，喺嗰個運作速度上咧，佢真係算相對唔夠乾淨利落，有啲慢。雖然同樣係3GB RAM，同樣係用 RK3566嘅處理器，但係咧，即係我呢一期去比對都用過啦。Gaze Mini 咧，佢係比呢部 Plus CC 係來得爽快，不論係版面嘅切換啊、再入、打字呢幾個項目上，即係呢幾個項目咧係我用落去咧，呢部 Plus CC 俾我感覺咧個等待感比較重嘅。大家都知道啦，我慣用文石嘅機啦，效能上咧係比較有保證。喺呢頭先講嘅呢幾個方面咧，通常都唔會讓到我感覺等待感。但係呢部 Plus CC 咧，特別係打字一去到咧一定要打係名同埋密碼嗰啲位咧，嗰個延遲度係相當明顯嘅。跟住咧係去到再入嘅時候咧，亦都係。咁所以呢個位置咧都需要咧係去留意，你用呢部機咧嗰個耐性係要多啲嘅。呢個亦都係我覺得有啲遺憾嘅位，因為咧如果佢咧有一個強啲嘅處理器，可以咧喺呢方面咧係有一個嘅改進嘅話咧，呢一部作為7.8寸嘅開放式咧，其實真係相當唔錯。而家都唔差，不過就多咗呢一個嘅等待感喺呢一度。第二就係頭先講到喺嗰個圖書館系統嘅處理上啦，冇得90度轉換咧，讓到佢冇得2頁去咁樣呈現晒咧，我覺得呢一個係棘手嘅。不過我諗呢個可以透過軟體嘅更新咧修正，期待咧 Hybrid 嗰邊可以快啲處理。另外第3樣咧，呢個咧就真係好睇個人咧接唔接受到，就係佢正面面板呢一度咧真係好黐指紋啊！即係咧黑色嘅邊框位咧真係 high 一 high 咧，嗰個印咧就響度。係咯，你需要勤力啲去清潔去抹啦。如果唔係嘅話咧，都有啲礙眼啊。特別咧一反光就會見到嗰啲痕跡咧，對有強迫症嘅人嚟講咧，可能咧就會比較難接受。呢一點咧都需要注意。另外如果你係好關注呢一個書寫體驗嘅話咧，呢一部可能都爭少少，因為咧偏滑嘅寫感咧，按我嘅體驗而言咧，書寫中文嚟講咧唔係太理想嘅。所以呢個位置上咧都你可能需要另外自己加張
張係磨砂膜、濾紙膜，總之係能夠提升到個摩擦力、提升到射感嘅貼膜落去咧，先至能夠可以彌補到呢一個弱項。而佢嘅嗰個優點咧，就在於咧佢本質色彩嘅呈現上咧，佢嗰個嘅調整配合嗰個前燈同埋嗰個刷新，我覺得咧呢幾樣結合出嚟咧，整體嗰個閱讀效果係相當唔錯。另外佢哋本身嘅強項啦，圖書館系統咧內嵌咗落系統入邊咧，配合埋又有開放式嘅嗰個方便，兩者嘅優勢都能夠係取到咧，係真係有嗰個便利性。即係雖然我本身咧唔係圖書館嘅重度用者啊，但我都會覺得咧，用落去一撳圖書館，跟住咧就直接入到去香港公圖書館啦，跟住我就可以咧係撳入去繪本嗰部分，或者係借到啲書咧，我就撳書櫃啊，跟住咧我本身借到嘅書咧就喺度呈現晒啊。另外仲有係要用佢自家嘅閱讀器先能夠係將喺圖書館睇嘅書做嘅筆記咧，可以匯出去 Evernote 嗰度，你用 App 係做唔到。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咧係做得好嘅地方咧，亦都有佢嘅吸引點。咁所以喺呢個位置上咧，你了解完佢嘅嗰個優缺點之後咧，跟住咧你就可以判斷到啊呢部機究竟適唔適合你。若果你本身咧係好常用 HyRead 嘅圖書館系統嘅話，而你咧又喜歡彩色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部咧係你確切可考慮。佢用圖書館嘅嗰個體驗咧，會比你喺其他開放式閱讀器當中咧帶嚟嘅體驗咧係真係會有啲優勢嘅。而你要做到嘅就係喺嗰個速度嘅體驗上咧，要調整一下個期望，你要咧多少少耐性。只要你接受到呢點嘅話咧，佢就可以成為你嘅考量之一啦。而若果你咧係重度書寫嘅用家，而圖書館系統亦都唔係你本身咧最常用嘅平台嘅話咧，咁可能你哋就會考慮咧會唔會有更加好嘅選擇。咁所以呢個位置上咧都需要咧你去衡量清楚啊你嘅需求同埋你平時嘅嗰個閱讀平台嘅選擇啊，再加埋你對書寫嘅要求有幾高，結合呢幾點咧，你就會可以咧係判斷到啊呢部 Plus CC 適唔適合你。啊，另外有一點咧，會係即係講落我會記起咧，就又會覺得有啲可惜嘅就係呢一部咧重量上咧真係相對聚手啊，因為佢哋已經講到吸指紋啊嘛，咁所以我平時用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咧咁樣揸住一邊咁樣用咁樣單手咁樣揸啊，我慣咗係咁樣握持，咁樣握持法咧我隻手會有啲攰，但係因為我唔想印指紋落去啊嘛，係啦，咁如果佢可以咧輕啲就好啦。好，所以咧我諗咧就住今次咧呢一部 Plus CC 嘅開箱同評測咧，大約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咧能夠俾到大家咧係一個參考，讓到你咧可以去決定是否選擇呢一部嘅閱讀器。若果你睇完之後就住呢一個型號咧有任何嘅問題嘅話咧，歡迎你啦留言去問我啦，我答到嘅我會盡力答你。好嗱，由於咧 YouTube 嘅演算法咧越嚟越嚴苛，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覺得呢段片係對你有幫助係唔錯嘅話咧，誠邀你可以讚我呢段片，同埋咧訂閱我個頻道。記得咧分享埋俾你嘅朋友睇啊，先至可以讓到咧更加多人咧可以睇到我嘅呢段影片。另外我有一個咧係歐啟亞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如果你有興趣參加嘅話咧，只需要咧成為我 Buy Me a Coffee 嘅月費會員，就能夠取得觀影權限同埋我嘅批改。另外若果你或者你嘅親友咧人在英國，想購買閱讀器或者相關嘅配件嘅話咧，歡迎嚟我經營嘅網店 eReader Pro 嗰度咧去逛一逛。以上嘅資料咧我都會喺 description 嗰度咧係列出嘅。好，今日嘅影片咧就到呢度啦，感謝你咧觀看到尾聲，感謝你，我係職塵，下次見，拜拜。